嗨，大家好！大家都说想看大山里面的这些农耕生活。今天呢，奶奶他们在这下面育苗，就是给那个稻谷育苗，然后等它长起来后，就拿来插在土里面。稻谷的苗它像草一样。大家看，他们在这里还有给了一块地，这块地以前是那位放牛叔叔在种，但是今年他不种了，然后奶奶他们就在这里育苗，你看。把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些泥巴给它弄得很细，然后再撒上农药肥。这么宽的地，奶奶说他们就买这个稻谷的种子都花了200多块钱。如果说遇到大天干的话，没有水，那这些付出的人工成本呀，还有买稻谷的成本，可能就会白费了。所以说，在农村种地就是靠天吃饭。如果说老天不给饭吃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爸，你觉得今年这天气如何啊？今年嘛，这两天还可以。最近这几天看那个天气还是可以的，就怕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啊，那6月份的时候那个稻谷开始要出米的时候，要是遇到大天干那就完了。所以说，不仅要靠天吃饭，还得靠你的技术。如果说技术不好的话，那个稻谷被虫咬了，那也虽然收成不了，你已经买稻谷的这个种子钱，还有打药的钱，就是算下来至少也是500-600块钱，所以说这个成本是很高的。奶奶他们每年育的苗都会育多一点，对，这样的话可以补，如果在稻田里面没有长好的那些或者被虫吃了，它就会拿来补一点。如果说遇到不下雨的话，是很容易的。你看下雨了，这个就不好弄。哎，对。全都是这种起板块的。哇，厉害！你刚才那它等的好哦。跟着奶奶学种地，以后我们可以把上面那块地长期做下来，然后给它做成稻田。我们到时候也是奶奶家多余出来的苗，我们才拿来种在我们小院水缸里面。如果没有多余的话，就算了，我们就不用种。反正里面长期有水。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做这种活，但是我们跟奶奶他们做的不一样。我们就是把那个泥巴，就是干的拿来筛细了拿来铺在地面，然后再撒上稻谷，就跟那个农药肥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再弄个细泥巴，就那个用筛子筛在上面。奶奶说到我们上面租的那块地里面去弄一点上面的泥巴，拿来撒在上面覆盖。那天爷爷才给我们犁出来，然后刚好有那个细泥巴，所以用那个筛子筛出来，放在上面覆盖的话刚刚好。他们说这也太残酷了。快来跟老高学习种地。没有啊？扔掉。给妹妹买的鞋，她自己穿上了。嘿嘿嘿嘿。哇，厉害，真厉害！拔那么大的萝卜。哎呦，那切的很凶啊！哦。你又要拿去给你老高呀？老高不要。拔了一个又一个。哇，那么大！又拔这么大一个。哇，力气真大。再紧。萝卜。这么小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种的这棵樱花树，然后我在旁边架了一棵这个樱桃，竟然存活了。我本来想的是做一下试验，看一下樱花能不能嫁接樱桃。既然长得这么好，我们把这个樱花的这个发起来的苗给它摘掉，像这样的话它就不会
跟我们嫁接的这棵苗抢营养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樱花的这个叶子。叶璇最喜欢跟他老哥一起玩，从小就喜欢。他老哥每次到家里来，他都会去挨着他。哇，那么大！就是这猪头那小子在上面。我吃的都遭罪了的。大虾，可以哇哈！叶璇来了，他老公去挑粪儿来。看那个刀，看那个刀。叶璇，老哥交给你了一个任务，让你去叫另外一个老哥来挑粪，好不好？什么粪？挑来淋那个稻谷。稻谷？对。你的什么稻谷？你别问那么多嘛，你去叫就行了。能不能完成？能。走吧。好了。嗯。胖。喂。能过去吗？过了。你使劲站起来就跳过去了。奶奶给叶璇下了个任务，让他去叫他老哥来挑农家肥。走慢点。走慢点，注意安全啊。这里。嗯。拜拜。对。在家你看嘛得二。还听不进，看。老哥，挑粪，他打印了。哎。老哥，挑粪来。我好了。老哥，挑粪来。我好了。我是神奇哈。叶璇完成了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就是叫他老哥挑粪来，喊了一遍没答应，又喊第二遍，真棒！这才是他们这种小孩该学习的事情。围出来。奶奶动作太麻利了，这么一会儿就把它锄完了。现在要撒上农家肥，让这个稻谷更好的生长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育苗的？妹妹，你也来了？哥哥不是去叫你了吗？你没叫哥哥下来呀？你这个气球都饿了。稻谷就是这样撒下去的，撒在上面后，到时候还要覆盖一层薄薄的泥土。大家看，这个稻谷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它不会被虫吃。
这些细活奶奶做，这种重一点的活就爷爷做，因为奶奶做不了这种重力。现在爷爷去挑农家肥，这就是养猪的好处，养了2头猪，一年的肥料钱都可以省很多的。农家肥就像中药一样，那个化肥、磷肥就像西药。因为这个农家肥，浇在地里面，它虽然，效果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它是长年持久性的。像那个化肥放在地里面，它是让植物快速生长，但是它对土质的破坏性很强。农家肥它就不会破坏土质，会越种越肥沃。这奶奶家的小狗都长这么大了。你们好呀！还记得上次奶奶家的猪掉在粪坑里了。哦。大家看，奶奶家的水是常年不断的这样流着。山里面不缺水的时候还是挺好的。其实干农活不是因为他们力气有多大，而是他们有毅力。要不抽吗？要么太阳在晒，它就要走。我赶上去干工的。现在要在我们这个地里面挖一点泥巴，给它筛细了，盖在上面。我还以为是从这上面给它递下去，没想到是爷爷这样挑下去。这个，这稻谷，谁没你稻谷？是你家老高，这赶紧做家。我们地里面的泥巴太粗了，爷爷到下面去挑，所以说种稻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像这样把细泥巴覆盖在上面。那开点我要到皮子里去了。
听。这个是该他听着。好。现在奶奶测量一下需要多长的塑料膜，待会儿要用那个镯片，给它搭一个棚子，让它在这里面恒温。现在大概拉一下尺寸，待会儿要用那个木镯片给它支撑起来。他们这块地里面在种花生，我们也可以种一些。现在开始给它搭一个棚子，营养棚。啥都盯着，这快猛呢。这才是多些很了。这个塑料膜刚刚好，看这里面的温度特别的高。